男嘉宾小杰24岁，来自福建，医药销售；女嘉宾22岁，同样来自福建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你们俩谈恋爱谈了有3年了，我看。对。但是异地恋练了2年半是吧？对。也不太容易的哈。怎么认识的呀？一开始是通过朋友介绍然后认识的，然后聊着聊着就在一起了嘛。他在福州上学，我在泉州上学，就2个地方嘛。这半年我不是刚毕业嘛，那就这半年有在一起，我去他的城市工作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过来这大半年以后，感觉他不仅不关心我了，反而出现了不信任的这种情况。就不在一起的时候还都挺信任、挺关心，在一起反而不行。也没有，就是我们在一起到现在已经3年嘛，3年多一点。之前2年半的话都是处于异地的情况。最开始刚谈恋爱半年的时候，一天也可以打上4、5个电话。可是接下来的这2年半的时间里，打电话次数也少了，见面的次数也少了。他就以各种理由来推脱我，总感觉每次都是我上赶着。那你那电话打的也太那个了。他电话我一个没接到，他就一直打的。然后就有一次吧，我在学校那时候就去合唱比赛嘛，跟老师沟通也比较多。就老师也会一直打电话进来，然后刚好那时候我没接他电话，然后他就一直打，然后老师电话打不进来，我就把他电话给摁了，然后后面他就跟我吵，跟我生气。你摁我电话这算什么呀？你就不能花几分钟的时间跟我说一下，你都为了这几分钟你要干什么事情，你让我知道你去做什么就好了。你挂我电话也就算了，你还把我拉黑，那我找不到你。那后面不是就要上台了嘛，我得安排那些人上去，没空接你电话。你给我接个电话才几分钟的事情啊，你把我拉黑几分钟事情，你就不可以趁拉黑我的时间给我打一电话吗？你就跟我说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就拉黑你还跟他好啊？别好了呗。可是后来他又给我解释一下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因为异地嘛，又没有办法。他除了给你拉黑，他还用什么方式伤你的心啊，姑娘？反正就不理我。你说的不理你的是你找我的太频繁了，就太烦了。我问问啊，就是你们谈恋爱不都喜欢什么过个生日啊？你们有吗？也过吧？对，一说到纪念日就生气。咱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一个生日都没有跟我过过，你又有那么多借口。我那时候上学，刚好他生日我都考试。我1年我可以过新历过农历啊。你不能挑一个吗？就确实你一个都没过过。对。问候过吗？说生日快乐有过吗？就生日快乐就啊，那就可以了。那你要求太多，我觉得。我这要求还多呢。那你生日我不是还给你发红包呢吗？发多少钱红包？好奇。88块8。可以吗？88块8可以啦，学生嘛。那你生日的时候，我怎么就可以那么费心思呢？那你干嘛去了呀？他生日的时候3年，每一年生日我都给他准备不同的那个惊喜，印象最深的就是第2年生日那一次。应该说他印象最深的，结果变成他，你说吧。他估计都没什么印象。就是第2年的时候。我有一次满问他，我说你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？他给我来一句，我想要路虎车。那时候不就开个玩笑吗？对，他就一句玩笑话，我就当真了。我去哪边给他？我去哪边给他弄路虎车去啊？我把我这个卖了还是怎么的啊？我就想办法嘛，打听有个地方可以做那种蛋糕。但是他那个城市又没有这家店，我只能从我这个城市做好以后带过去。我千里迢迢从学校跑到蛋糕店，然后做好蛋糕。主要是还有路程嘛，我还得坐动车过去他的城市。我怕蛋糕化了，我还得把冰袋给捂着，大老远的就带一个蛋糕，带行李还带上我自己的过去找他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。我问问他，那路虎车什么颜色？黑白的。他没忘，你看不容易，记住了啊。最经典的不就那一款黑白的那个吗？他之前也跟我说过。行，那个我这就理解了，就说在异地恋期间，其实一直你是在苦苦努力，对吧？对。那我觉得这臭小子也明白了，要不然他怎么会毕业之后就去你的城市呢？对吧？咱们现在不是大家都有微信吗？有朋友圈嘛，秀恩爱什么的。他从来都不在他微信里面秀恩爱。我拿他那个手机换一个头像，他第2天能给我换一个狗的头像。不是你换的是什么头像？他换狗，是你还是他？那个封面用了我。用了你。对。第2天他把它换成了。对，过后他把它换成了一只狗。那我当时我就不是看微博上看到那个狗。看得挺可爱的，我就把它换上去了。我也没多想说。行，反正你这叫没多想呢。你是我可爱还是狗可爱了？肯定你可爱啊。你拿我跟狗比呢？这就是个圈套，你知道吧？姑娘，我替他说一句啊，
就算这小子不上心、不用心，不管怎么着，人家2年半之后，人家不是毕业了就首先去了你那个城市跟你在一起吗？我觉得也不错呀。这就是一种态度啊，挺好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也以为是这样子，就觉得过来终于结束了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终于熬出头了。可是呢，你自己觉得呢？那你过来，你不是也死性不改吗？那我那时候不是上班了，然后早上不是开早会嘛，然后那时候就会议室安安静静的，然后他电话就一直打，那时候很尴尬啊。以后开早会把手机关了。主要我也不知道他要开早会，主要是。那不是我上班时间，我不工作，我干嘛呢？没接你电话肯定有原因是吧？你又像原来一样，就是不接我电话就摁掉，你就发一个短信也好，我就不会再给你打过去了。还有别的吗？我为了能跟他在一起，中午从学校到他公司附近陪他一起吃饭。你那吃饭太频繁了。我1周上6天班，他3、4天都得过来。不是做医药销售嘛，我每天都在外边跑，就各大药店跑。他过来我公司那边，我得回公司那边陪他吃饭，吃完饭还得去喝个茶呀什么的，还得送他上车。然后下午上班就特别累，他还特别不理解我的，要跟我吵。人家愿意黏糊你嘛。你这不是黏糊他，是我觉得都已经那么久异地恋了，然后他又不接我电话，我只能通过说多跟他在一起，反正都是得吃饭的嘛，中午2人都得吃饭，那干嘛不在一起吃呢？我也大老远的从学校过去，坐1、2小时的公交过去他附近，哎，跟他陪他吃一顿饭，我觉得我陪他吃一顿饭挺开心的事情，我都不在意我在路上来回跑得那么累。那我想你过来不是也那么久，坐那么车也累，然后我那时候我上班我也没人休息，我也很累。2年半，这男生对你都这样，你们还能在一起，那是个奇迹呀。这还不是因为我上赶着追着他呀，要是我再不跟他联系的话，肯定咱们就掰了呀。那你们今天为什么来呀？最后那一次就最严重，我觉得特别委屈。他之前是不关心我，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异地的原因，没有在一起。后来有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，他偷偷看我手机。那哪叫偷看啊？也就你去上厕所，然后你手机在那响着，大家都在玩嘛，就他一个人认真在那玩手机。我想看一下他跟谁聊这么开心嘛。也没多想，然后那时候他就把手机给抢了，然后要跟我吵。不是我跟你吵，是你跟我吵。你说我到底在跟谁聊？我明显没有跟别人聊啊。那没啥东西，你为什么不能给我看？我就是那会儿就不想给你看。嗨，这没什么，就怎么了？你们就因为这事儿要怎么着？后来第2天，我跟朋友一起看电影，结果我在电影院碰到了他。他和另外一个女生一起。哦，这就严重了啊！那时候不是跟你解释了吗？那时候是整个公司的人嘛，一起去看电影，其他人他们是先进去了嘛，然后我跟他是走在后边。他带一女生，我怎么知道那女生什么情况？后来不是确实跟你解释了吗？我也让同事跟他解释了，后面他还得就不理我什么的。不理你。你想怎么地啊？现在？我就想他能够多理解理解我嘛，而且不是你还想不想跟他在一起？想。你还想不想啊？因为这么久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维系这个感情，然后现在又出现了他表现的不在乎我，不在意我，感觉他都是又不发朋友圈那种来表个态，他是有女朋友的情况，我都觉得我不知道我是可有可无，还是要是我可能不理他了，他可能就对我可能就没什么那个，现在只是习惯有我，可能我不找着他了，可能他也习惯，可能就我觉得挺累的，熬不下去了哈。对。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们小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叫1、2、3木头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讲木头人的时候，那个人就不能动。男生，你真的很像木头，谁要跟一个木头在一起？街上的木头这么多，我不会去森林找吗？你们2个异地恋的时候，人分开，心却在一起。可是你们现在在一起同一个城市，你们心却越走越远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你不要在他早会的时候一直抠他嘛，你不能发个短讯给他吗？说你在干嘛？看他会不会把你拉黑。如果他把你拉黑，连短讯都把你拉黑，你就过去揍他，或是你不要他了嘛。但是你尊重他在上班，他累，好不好？但是男生，你显然需要做出一些浪漫的表达，否则他会干渴致死，懂吗？我觉得国人老师的话，我基本上呢只同意一半。同意一半的原因是呢，他的前提是一直以你是爱他的为前提。
我坦白告诉你，以女生的角度，我真的不确定你是不是爱他哎。如果一个人喜欢我，是不会嫌我烦的，他只会觉得我跟他吃饭的时间不够多，而不会觉得太多。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就算他在忙，但是看到我的电话名字响起来的时候，他会特别的柔情似水，说：“哎，宝贝，怎么了？一定是有事我才找他。”这是女生对于爱情的一个共通的期待。那可是乃馨，那是小说里面的情节。但是对我们女人来说，我觉得现实生活还是有一些压力的。不用每天都这样，但你好歹要有1次2次是这样吧？啊，也对，抽考总要过吧？我们不会每天都烦你，但是你1、2个月表现好1次，基本上也是可以开张吃3年的。但你不能从来都表现得不好。当他帮你准备那个生日蛋糕的时候，我们期待的是很大的表扬。就是你眼眶含泪说，我太感动，你怎么那么有心？你跑那么远累不累？脚会不会很酸？啊，那你在路程当中没有让那个蛋糕砸坏，一定觉得好，他很小心哦，这样手酸不酸？你知道吗？男人会觉得说这些都是小说里写的，现实生活里面没有人这样讲话的，不用那么浪漫，但好歹要表达吧。因为我们付出的时候不是一定要求回报，但是我们需要被珍惜。以你到目前为止的表现，感觉不到爱情的温度。如果你没有这么爱，只是他一个人添柴火，他当然会累。但是反过来，我要跟女生讲的是，你觉得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馈，或你觉得寂寞，觉得他不理你，一直要你追着他，那你为什么要继续干这样的事情干下去呢？你要是太容易送上门去，拼命的对他好，他就越来越觉得不需要对你好了。在爱情这条路上，女生有时候动作真的要慢一点，你不给他时间跟空间，就永远测验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在乎你。人的性情这一辈子会有小幅度的改变，但不会有大的改变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也就是这个样子。即便今天寇乃馨再怎么叫你用什么技巧，摆出什么样的姿态，当你情不自禁的要为他付出的时候，你依然会奋不顾身。木头就是他的特质，你讨厌的是他的这个特质，你喜欢的也是这个特质。你当初喜欢他不就因为他是木头吗？不像别的男人一样花言巧语吗？你现在恨的也是他这个木头吗？你怎么可能要木头会开口说话呢？木头只会深情的处在那儿，永远让你去想他心里怎么想。所以我认为喜欢一个人，而且了解我喜欢他是为了什么，他的特质是什么，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为何又要强求他在形式上做出变化？我觉得他在成长之后或许会有一点点小浪漫，会学一点，但不会有太大的改变，明白吗？我有一点弄不明白，你难道没有自己的事儿吗？有啊。你多忙点自己的事儿，把它放在心里牵挂，未必要黏在一起。我老婆当初就是特别黏我的，而我老婆也说过这样的话，我累了。每次打电话过去，你只是3言2语的说我在录像吃盒饭，过2天待会儿我又要上台了，我就感觉你不在乎我。但是突然当某一天的时候，她跟我说我不黏着你了，我也不是那么的期盼说天天守着你回家。虽然我觉得很可怕，这意味着我不在乎你，但是我认为我该有点自己的事儿。在乎一个人的心可以不变，但是形式可以稍微有所变化。如果像这个寇乃馨老师所说，像很多女生都教女生说，包括你母亲也跟你说，便宜没好货，上赶着不是买卖，说了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爱还是会依然奋不顾身的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表现形式在某些情况之下，在你这个年龄，它不会有太大改变。但是拜托，你把这种爱更深沉一点，不要表现在形式上，表现在吃几顿饭，表现在打几个电话，表现在送几个蛋糕。你可以深沉一些，在心里埋得深一点，然后再多有点自己的事情。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形式是特别互补，一个话痨就要搭另外一个话痨，这就2话痨，是吧？你也是一样的，你的这种外在的表现是形式越加强烈，
就恰恰需要一个内心情感内敛而丰富的人。我觉得他内心是明白的，虽然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不太懂在乎，但我觉得他的种种行为意识着，他心里是有你的。既然心里有你，你管他是不是木头呢？总比那个铁树开花，最后呢却没有了心要好得多吧？你说呢？我是认同那句话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别上赶，爱情也如此吧，别上赶。我同意你那观点，他爱不爱他我真没看出来。那现在要静下心来仔细去想，女生要问的是，我可不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不会表达爱，或者他爱我还不够浓烈的男生？我就跟他这样，我要一个承诺。男生，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女生，你就告诉她；你不是那么爱，你也告诉别人，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，坦诚就好，好吗？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知道我平常可能就不太会说话，也不太会红脸，然后我只是就放在心里面，我也去讲出来，然后我也希望你也多能理解我，然后你的脾气也得改改。你还爱我吗？爱。那你说的都能做到吗？能。要是在台上说你下去以后，你又只说做不到，那我真的很难再这样熬下去了。你会改吗？会。你要是改不了呢？不会改不了的。太难了。确实爱人家，你在这舞台连句浪漫的话都不会说。不太会说。你是不是就喜欢这劲儿啊？姑娘，你要愿意你就出来，我们不反对。你稍微改改吧，干嘛让自己爱的女人那么伤心呢？对吧？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估计姑娘还会出来，爱的那么浓烈的，对不对？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来，请开门。好啊，这你会吧？哎，你不能跑过去啊！慢动作，慢动作。给他一个吻，给他一个吻。哇！来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我是爱的色盲，在我的情感世界中，只有白色。这个送给这个女生太那个了，女生。你爱的这个男人叫情感色盲，知道吗？在他的眼里，你就是白色的，其他颜色都没有，所以他愿意淡淡的处理。你就好好的表现一次吧。各位，我们见识一下男生是如何浪漫的。各位，请见证。我以后尽量心里想什么，我会跟你说，尽量让你感受到我的心，不再让你那么委屈了。哎，发现了吗？一咳嗽，男生先把手松开。来，请亮灯吧。这个送给你们啊，易贝诗的白色恋人系列啊，好好的，挺好的。谢谢。情感的色盲挺好，你眼里只有他，你眼里是只有他吧？嗯。他什么颜色的？色盲，看不到。哎呦，你看，你就算了，走吧。来不及抢着要替他回答。对，性格决定命运，走吧。谢谢两位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你们。